南海海槽巨大地震是日本面临的其中一个大型天灾。一旦地震发生，人员伤亡及经济损失恐怕不低于2011年3月11日的东日本大震灾。311之后的一年，日本政府公布了南海海槽巨大地震发生会带来多少损失，估计最多可能有将近30万人丧生，超过1230万人要避难。而311的死亡人数大概是2万，约2500人失踪。地震发生后不久，近45万人要避难，到了现在也有将近27000人要过着避难生活。单看这些数字，相信已经可以想象南海海槽巨大地震有多么可怕。最近受到预言漫画《我所看见的未来》所影响，不少人开始注意日本将会发生的大型天灾，南海海槽巨大地震也成为焦点之一。最深日本本集会讲解南海海槽的位置，以往发生的地震，还会介绍附近一带相关的地震和火山爆发。去大阪旅行时，不少人会由关西机场乘南海电铁前往大阪市中心。相信观众应该对南海这个词不陌生。南海是地区名称，包括现在的和歌山、淡路岛还有四国，这个范围就是日本古代行政地区之一的南海道。而南海的范围因人而异，有些人会认为东至伊豆半岛，西至九州的宫崎县沿海。虽然大阪不包括在南海之内，但南海电铁来往和歌山至大阪的南坡，所以常常让人以为大阪也是南海的一部分。而南海海槽是指从骏河湾至远州滩、熊野滩、纪伊半岛南侧海域及土佐湾，直至日向滩一带，大概由静冈县以南一直向西延伸至宫崎县以南海域，由菲律宾海板块与欧亚板块相接而形成的海底沟状地形。在北海道巨大地震特辑里也介绍过日本附近的海槽和海沟。看看日本附近一带的卫星图片，可以发现沿着日本有一条深色的线，这便是海槽和海沟，由勘察加半岛以东一直向西南延伸，经北海道再转弯，向西南偏南延伸至东京。北方一段是千岛海沟，而南方的是日本海沟。2011年发生的东北地方太平洋近海地震，震源便是日本海沟。而深色线在东京附近分叉，深色的线再转弯，向东南偏南延伸至马里亚纳群岛。靠近日本的一段是伊豆小笠原海沟，而浅色的线向西延伸至九州以南，这便是南海海槽。顺带一提，房总半岛以南向东西延伸的是相模海槽。南海海槽地震发生机制主要可以分成3个现象。第一，沿着南海海槽的板块边界，海侧的菲律宾海板块以每年数公分的速度隐没到陆侧的欧亚板块之下。第二，在这个过程中，板块边界紧密连接，陆侧板块被海侧板块向下拉，像弹簧般因为弯曲而累积了能量。第三，当陆侧板块无法承受被往下拉和向内侧拉的力量达到极限而反弹时，能量被释放而引发地震，这就是南海海槽地震。由于由1至3的现象不断重复，地震也会反复发生。上次南海海槽地震发生于1946年12月21日，离现在约80年。因为这个地方的地震反复发生，所以每次发生都会改一个名称。1946年发生的是昭和南海地震，震源是和歌山邻近海域。专家研究过去地震发生的间隔等资料，认为地震随时会发生。其实30年前起，日本传媒便已开始持续播出相关节目，不是近年才开始，所以在日本长大的人已对这个地震有一定的认知。向日本人介绍寓言漫画《我所见的未来》，他们很难给反应，因为他们已知地震和海啸总会来，只是发生了具体地点和早晚的差别而已。最后补充一点，巨大地震是指规模8以上的地震。
接着来介绍过去发生过的南海海槽巨大地震。南海海槽有史以来发生过多次地震，而比较大型和留有记录的共发生过13次，而没有记录的当然也有发生。最初有记录的是发生在684年，而最近的是发生在1946年。这1262年间，以13次大型地震来计算，即平均每105年便会发生一次。如果以这个计算方法的话，下一次应该是在2051年。不过专家还以其他方法做综合型预测，所以警告人们现在也不要掉以轻心。有机会再针对预测方法另做讲解。上一次的南海海槽地震有一点特别，因为与上一次地震只差仅仅2年，所以要预测地震显得尤其困难。这2次地震中，第一次发生于1944年12月7日，名为昭和东南海地震，与上一次地震相隔了90年。震源是三重县东南临海区域，规模达 7.9。地震主要造成静冈县、爱知县、三重县严重破坏，而海啸冲击太平洋沿海各地，各地海啸高度分别是静冈县下田市市崎高 2.5 公尺，爱知县伊色町高 1.5 公尺，和歌山县新宫市高2公尺至5公尺，而遭受最高海啸的是三重县，例如伊势町高7公尺，熊野市高3公尺至 6.3 公尺。海啸导致三重县有589人死亡或失踪，和歌山县则为50人。因为纪伊半岛阻挡，以西地方海啸高度较低，而较近震源的渥美半岛和志摩半岛成为了天然的防波堤，保护了伊势湾内部，所以名古屋受海啸破坏程度也较低。三重县里有406人丧生，其中志摩半岛以南的死者有356人，占县内的 87%。 可见震源与地形如何影响受害程度。而这次地震共造成1180人丧生。2年后的1946年12月21日，发生规模8的地震，震源是和歌山县南方海域。这次地震名为昭和南海地震，与上一次地震只相隔2年和半个月。纪伊半岛至四国的太平洋沿岸地区有强烈摇动，就连濑户内海一带也不例外。海啸在地震发生后不到10分钟，到达纪伊南端、市户东岸和土佐湾西岸地区，而海啸高度，和歌山县串本町达 6.57 公尺，三重县尾旧市鹤田町 3.59 公尺，四国的德岛县海洋町浅川港町 4.88 公尺，高知县须崎市野见 5.2 公尺，大月町平山 3.93 公尺，德岛县牟岐町出屿岛 3.17 公尺。这次地震令地形产生变化，市户甲和足者甲的尖端分别隆起约 1.2 公尺和 0.6 公尺，而与这些地区相邻的高知市须崎等地，在地震后地表下沉约 1.2 公尺。由于地面沉降，高知市、须崎和素毛附近的地区共约15平方公里的土地沉入海中。昭和南海地震共有1400多人丧生。世事真是离奇，昭和时代的2次地震只相隔2年便接连发生，而在上一次地震也是接连而来，而且只相差32小时。这2次地震发生在1854年，与上一次地震相隔147年，与昭和时代的2次地震相隔90年。这2次地震规模相近，估计都是 8.4 左右。先发生的是在12月23日，名为安正东海地震，震源推断是纪伊半岛至骏河湾之间。山梨县和静冈县以至德岛县和高知县也有强烈摇动。根据停泊在下田港的俄国军舰戴安娜号的记录，
在9点15分发生了一次像从海底向上突然冲击的海震，这种震动持续了约2至3分钟。32小时之后，12月24日发生了安正南海地震，估计震源是基伊半岛以西至4国邻近海域，造成规模巨大的海啸。大阪在地震发生2小时后遭遇了约2公尺高的海啸，浪高在高知县中途佐町久里达16公尺，和歌山县串本达15公尺，高知市重崎达11公尺。在震源附近地区很难区分是地震还是海啸造成的灾害。这次灾害造成数千人丧生，超过3万栋房屋倒塌，市户和串本地区隆起约1公尺，而高知县东洋町、甲埔及和歌山市加太地区则下沉约1公尺。关于这2次地震，在大阪市可以找到相关的悼念石碑。首先到 JR 环状线的大正站，由火车站走大概10分钟，过了大正桥到另一端，便能找到大正桥石碑。这是在安正东海地震发生的隔天所发生的安正南海地震造成灾害后，于1855年的7月所建立的。碑文的标题是大地震两川口惊浪记，惊浪即是海啸。内容是在安正南海地震期间，人们在感受到地震后，房屋部分损坏，为了避免被倒塌的房屋压住，很多人试图乘船逃生。然而，地震发生2小时后，海啸袭来，船只翻覆，桥梁坍塌。虽然地震本身没有造成人们死亡，但海啸却夺走了350人的生命。在148年前的1707年，同样发生了类似的地震，当时人们也是乘船避难，结果导致大量人员死亡。我们没能善用祖先流传下来的教训，因此感到非常遗憾。特此告诫后代子孙，将来可能还会发生类似的地震，但千万不要试图乘船逃生。为了确保这块石碑上的文字永远清晰可见，每年都要为碑文描墨。真的希望如果下次有海啸来，人们能以正确的方式逃生，或者不要选择在沿海地区居住，尽量减低风险。接着到了上町台地第一端的四天王寺，这个寺院估计创建于593年。出了地下铁四天王寺前夕阳丘站后，走10分钟便到达四天王寺。寺里可以找到安正地震金坡碑，也是建造于1855年，金坡即是海啸。1854年12月23日、24日地震发生时，为避免地震灾害而逃到小船上的人们，因木津川口涌入的猛烈海啸，将大小船只一起冲上上游，导致大量居民丧生。石碑上记载了，当出现海啸征兆如海鸣声或潮汐不寻常时，应当知晓这是海啸的前兆，并及时避难。透过这2个悼念碑，可以知道一些海啸发生时的情况之外，也能感到前人用心去警惕后人的心情。最早有古籍记载的南海海槽地震，可以追溯到7世纪。当时日本是飞鸟时代，朝廷的中心在远离海边奈良县明日乡村的飞鸟。在684年11月29日发生的地震，名为白凤地震，估计规模达8至9，震源是纪伊半岛的西边至4国之间。根据古籍《日本书记》的记载，壬辰日直到入夜时分发生了大地震，全国上上下下男男女女惊慌失措，不知所措，山崩塌，河水涌起，各国郡县的官舍以及百姓的仓库住宅、寺院塔楼、神社等被破坏的数量不可胜数，因此人们及牲畜多有死伤。当时伊予的温泉沉没不再涌出，土佐国50多万顷的田园沉入海中。老人家说，如此地震前所未有。是日黄昏，有如鼓声般的声响从东方传来。有人说，伊豆岛的西北2面自然增高了300多丈，形成了另一座岛屿。
那如鼓的声音就是神明造岛时发出的声响。伊予汤泉即是现在的道后温泉。这次地震令道后温泉停止涌出泉水。隔了203年，887年8月26日发生了仁和地震，震源估计是纪伊半岛以东的远州滩至西方的四国附近海域，估计规模超过8。地震令京都多座房屋倒塌，海啸冲袭大阪至神户沿海一带。古籍三代实录中记载，深时地大震动，经过数刻时间仍未停止。东京和西京的房屋多有倾倒，许多人被压死，有些人则因惊吓而突然死亡。亥时刻又震动了3次，夜间东西方向有声响，如雷声般2次。这一天，五畿内和七道诸国地大震，官舍多有损毁，且海潮涨至陆地，内死者不可胜数。其中摄津国受灾最为严重，摄津国即是现在的大阪至神户一带。接着介绍的地震发生于1361年8月3日，估计震源是纪伊半岛至四国邻近海域。古籍太平记记载了6月18日4时起至10月为止。补充一点，这里指的是农历。大地剧烈震动，日日夜夜未曾停息，山崩塌填满山谷，海水倾泻成为陆地，神社佛阁倒塌破损，牛马人民死伤之数不知几千万。总之，山川、江河、林野、村落无一处不受此灾难所及。其中有以阿波的血奏之谱，突然涌来如大山般的巨浪，1700余户民宅皆被潮水卷入海底沉没，家中曾俗男女、牛马鸡犬无一幸存，俱成海底藻穴。正当人们视此为罕见奇灾之际，同年6月22日，天空骤然阴暗，降雪交加，寒冷之盛如冬至前后。饮酒暖身、围炉取暖之人尚可自防寒冷，而山路樵夫、野径旅人、放牧之马、林中之鹿，悉被冰雪封闭，冻死者不计其数。阿波即是现在的德岛县。以上简单介绍了其中数次南海海槽地震被古人记述的灾情，尤其1361年的，令人联想起311的场面。看过了过去的南海海槽地震，发现有一个特征，就是有数次是在短时间内接连发生，而且是以纪伊半岛的潮甲为分界，东西两方接连发生。例如1096年的是东，1099年的是西。1854年的12月发生的，先发生东方的安正东海地震，32小时之后便发生西方的安正南海地震。而1944年发生东方的昭和东南海地震，2年多后的1946年便发生了西方的昭和南海地震。另外，过去发生过的地震，有的是几乎全部范围同时发生，相反，未来发生的地震也有可能西侧一半区域先发生大规模地震。以上是南海海槽地震的一个特征，另外也有一个令人心寒之处。1707年10月28日发生了宝永地震，其实在那4年之前的1703年12月31日发生了相模海槽地震，称为元禄地震。地震和大海啸以南关东为中心，造成了大规模灾害。这次地震在旧历是11月23日发生的，但余震在跨年后仍频繁持续。幕府怀着世界重新开始的愿望，将年号由元禄改为宝永，但改了年号，天灾却没有消失。宝永地震估计规模达 8.6， 是沿南海海槽广泛区域为震源发生的板块边界地震。根据近年的研究结果，对震源区域区分有了新发现。沿南海海槽从东向西，假设有东海、东南海和南海这3个震源区域，这些区域以100年至150年的间隔活动，当然也不能忽视连续发生的可能性。另外，在宝永地震发生后的49天，
12月16日，富士山开始大规模爆发。这次在富士山南坡发生的大爆发，导致东南山路的村庄陷入毁灭状态，火山灰随着西风飘至江户。据说在江户堆积了2公分至4公分厚，大量喷出的火山物质流入九凶川，造成河床上升。隔年的豪雨导致防水堤溃堤，足柄平原遭受大洪水，造成了2次灾害。这次富士山爆发让人认为与之前发生的宝永地震有关。南海海槽地震、富士山爆发、相模海槽地震可能在短期内接连发生，所以如果在日本居住的话，要选择一些受天灾机会较低的地方，也要注重日常生活的防灾准备，来应付突然来临的天灾。